CK 小镇，你看看，哇 ，beautiful。听说这个是 CK 小镇这个拍照最漂亮的地方，超级无比浪漫。而且这个地方被誉为说可以是全欧洲最浪漫的小镇，甚至连英国的王子也来这里度蜜月。各位观众啊，欢迎收看《时尚玩家》。这两只现在所在地呢，就是位于鼎鼎大名的波西米亚地区，被誉为最像童话城镇的库伦洛夫，又名 CK 小镇。啊，唔哥，你们两个有没有搞错啊？这里满满童话般的红砖屋顶和彩绘建筑，还有那些浪漫的氛围感，跟这一集的主标鬼影追，好不搭呢。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很浪漫没有错，但它同时也有一个神秘的面纱，有一个神秘的色彩包覆着这里。我是不是拿出来保护一下自己？因为听说这边有很多都市传说啦，应该是说都市传说，就是有这种传言呐，但是应该也都没事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次就要来探讨这些神秘的东西，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我要自我洗脑，白色不恐怖，白色不恐怖，白色不恐怖。那个六小月啊，你破梗了啦！为什么说白色不恐怖呢？就是听说啊，这个浪漫的城市到了晚上，常常啊会有人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在路边晃来晃去。即使现在才大白天呢，你们这两个胆小的啊，是不是该趁那个阳光还在，赶紧来去浪漫的童话镇给它晃一晃啊？浪漫童话镇进场恐怖传说，一不小心入住猛鬼大房。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哦，换毛巾好不好？震撼大震撼，世界最诡异之地，玩具骷髅放眼前。我不知道，头有点晕。鬼月最冒险之作，杰克之鬼影追 ，start！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CK 小镇的这个协和广场，算是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然后其实这个小镇呢，大概13世纪就开始蓬勃的发展，但是因为欧洲啊，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有遭遇了一场很严重的那个黑死病肆虐，所以在这边他们有一个黑死病的纪念碑。好，那在这漂亮的地方，我们要送你们一个礼物，是。你们一人一台相机，请记录下来你们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尤其是 CK 小镇，因为这是最浪漫的地方，但是这里也是最神秘的地方。啊，我懂你的意思，我懂。这是底片哦。OK， 好的，我接下这个任务的挑战。哇天哪，这个太久之前了。啊，娘喂，真啊，你呀，才大白天的，我就要被你这张照片给吓死了啦！拍些风景好吗？好，来了，我们现在来到 CK 小镇的一个城堡，叫做库伦洛夫。对，库伦洛夫城堡这边是他们的护城河，而且他们这边的城堡很酷，他们都是一个彩绘的，你看一下，像这个高塔，这个彩绘的它不是砖头，是外面是彩绘。但是在这边有个很酷的，就是从他们这个城堡啊，好像都会养一些吉祥物。那他们的吉祥物比较像是他们自己可以拿来跟别人炫耀的。比如说，我养的这种动物，你们没有吧？比如说我养孔雀哦，你看我们家孔雀开屏多么漂亮。这是一个财力的证明。对，来，我们来现在看他们的吉祥物是什么。搞不好呢是养一些珍禽猛兽，这样子看起来有点像在木栅动物园，你知道吗？真的，哇，很大只哎，哇，很酷哎，很酷。我没有想到是真的耶，好可爱哦，很大一只哎，哇塞！所以说在这个库伦洛夫这边，他们是养熊，就是他们的一个吉祥物的概念。嘿，那在护城河里养熊，酷了吧？听说啊，一方面是真的要用来吓阻当时的敌人，另一方面啊，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因素啦。不过现在这些熊们呐，可真的化身为货真价实的吉祥物啦，而且啊，还不是每天都会出来见客的，只能说你们运气不错啊！站起来，哇，它其实很大，其实很大只哎，好不真实哦。公主生出来。哎，是谁说遇到熊要往树跑的啊？往树上跑，现在就知道完全没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去别的地方拍吉祥物，都是真的是木偶，你就以为想说，木偶怎么会养在底下？刚一来，震撼。这片很杀时间的，这看这熊就可以看一个下午。好疗愈哦。不好意思呢，我们节目啊是时尚玩家2天1夜购，才不是什么动物星球嘞！限时3秒，快给我离开这个可爱动物区哦！这边很漂亮。
我这样子形容，我怕被大家骂，好像威尼斯城哦，就是你会觉得城墙应该是盖有它石头的样子，但在这里面这边特色是用彩绘的，反而会让你觉得很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它其实画的都很棒哎，你看它连上面的那个浮雕都彩是绘的啊！你不要讲假的，真的没有念书哎，他们是彩绘城墙、彩绘塔 ，OK， 可以换不同的感觉，什么假的？对不起，真的是你看连那个门都是哎，假的不？彩绘城，不要乱讲啊！我现在要捕捉我眼中的 CK 小镇，好吗？公斤呢啊，这种风格的彩绘啊，在其他地方好像真的比较少见呢。听说啊，是因为以前某段时间欧洲贵族间啊特别流行这种彩绘墙面的风格啊，也是多亏哦 CK 小镇把它们保存得好好的，所以啊才可以让真菊拍到这样的画面呢。哎，这很值得啦！你看，哇，真的很美嘞！一个窗户这样走出来。而且它现在的高度也不是像我们去那种尖塔上面看下去，反而这样子之后，你可以看得到建成的美感。房子这样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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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然后屋顶主要都还是这种红棕色，就很浪漫的感觉。包含看上去之后还是绿油的草皮，我觉得整个很舒服哎，真的是最浪漫的地方哎，也是最多。好棒 ，Ghost， 我的相机我要拍一张。观众啊，自从这两个人哦手上有了那台相机，就像是被摄影师附身一样呢。突然呐，很会找地方拍照，而且什么点呐都拍，好像底片不用钱一样呢。哇！你看，就这里，这个角度有没有？哇，超美的。嘿啦，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可是世界遗产斗篷桥 ，A.K.A 进入 CK 小镇的大门 ，A.K.A 15世纪就建好的巨型空中廊道啦，超级壮观的哟。所以那时候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城墙，护城河然后你看它的护城河在那边，然后你这样看过去，这个就是它那个城外的世界，也就是说这是第一道防线，然后进来之后啊，就可能就是贵族啊，跟整个市民啊，或者是比较白领阶级住的地方，然后外面呢就属于可能以前这时候这边可能还是庄园啊、农庄那种的感觉，就经过下面这条路，哇，这样看上去好可怕，有点难，很可怕，不好拍。很可怕，然后就这样走过来，然后就到了，你看，哇，城堡里面的世界，然后那边还有很像碉堡的洞，就防卫的。让 K 啊，想来 CK 小镇的朋友们，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斗篷桥哦，因为它超美超好拍，而且啊再往下走还可以到一个绝美平台，把整个 CK 童话镇啊尽收眼底，绝对是会让人拍照拍个不停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吃一家这边很厉害的餐厅哦，对，俗称老兵餐厅。老兵餐厅，山东腔的牛肉面、大馒头都有哦，老兵餐厅。不好意思啊，郑志宇，你的老兵是不是弄错国籍啦？我们在捷克，可不是在山东呢。啊，那讲到这间老兵餐厅的代表人物啊，可是捷克出产的漫画角色，在捷克啊，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连在台湾的网络上，对老兵餐厅的评价也是家贫如潮呢。哇，厉害的餐点哦，太酷了！鸭腿油封鸭呢，他们这边有结合的犹太的那种比较传统的食物的吃法，就是用麦片跟这个青豆去做成像主食的饭这样子，然后满满的都是香料。那好吃哎！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迷迭香的香料，然后它的这个豌豆咬起来的感觉就比较属于像鹰嘴豆泥那样，但是没有到水分那么多，它咬起来是会有点微颗粒的感觉，但是感觉水分是被那个麦片吸走，所以那麦片咬下去会比较软的那种味道。我要吃这个鸭腿啦，油封鸭腿，哇，如何？他们这边鸭腿对我来讲，我吃下去我会觉得它的那个鸭的味道有点太多了哦，就像有些人吃羊肉可能会觉得那个羊肉的那个骚味太重，那个膻味，对他们觉得太重，但喜欢吃羊肉的人就是爱那个味道，所以或许在捷克这边他们就是喜欢吃这种很浓烈的那个鸭的味道，因为它的鸭油脂非常多。如果你试试看加这个烤蒜头吃呢，它的烤蒜头是原味耶，它没有加任何的奶油或其他，就是蒜头的香味。我觉得可以搭配在一起吃。它现在的鸭肉只是属于好像没有太多的调味，但它的蒜泥烤起来是甜的，它可以把它那个肉质的甜度再带出来。
黑莓配料配给你是干嘛的？就是让你拿来配着吃的好吗？曾子瑜下等饼，你学到了没？欧洲人比较少吃内脏，然后这个是牛心。我觉得牛心蛮酷的。牛妹，就连在台湾牛心啊，都是在快炒店或是牛肉专门店才吃得到的哟，很少啊有这种料理上桌的嘞。但它咬下去，它的牛心的感觉不太像在吃肉，它会比较让我觉得不像那么样有弹性的鸡肉，它会比较属于有点微膏状的感觉，感觉会比较干一点，然后主要是靠酱汁裹在外面，然后在咬的时候，因为它比较有咬劲，但咬的时候酱汁的味道出来。喂，不要忘记啦，来捷克吃饭一定要配什么？这蛮像我们在台湾黑的那个喝的黑啤，喝的黑啤好吗？对了嘛，这款综合啤酒啊，可是我们捷克地陪佩伦特别提醒我们要点的，是捷克很特别的喝法哦，把一般啤酒啊跟黑啤混合上桌，你们在别的地方可没喝过了吧？它其实味道很重，但它不苦不酸也不涩，它是一个很顺口的啤酒。所以说刚刚上桌的时候超酷的，它是完全3个颜色，上面泡泡，中间是完全黑的，下面是完全很浅的啤酒颜色，就是它不是渐层的。那我知道了，所以它既没有黑啤的苦，然后也没有普通啤酒的酸，它是2个综合在一起的味道，我觉得很好喝。镇上唯一5星级，竟意外入驻猛鬼挑房。震撼再震撼，大量的死人骨头，你敢看哦？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观光客的行程，来走他们这边很著名的小街，然后有很多地方有在卖一些纪念品的东西。这好像很可爱，这个很酷吧？这是衣服、丝巾，这很酷哎，古物。欢迎回到时尚玩家，这2个观光客可说是在 CK 小镇促进了经济发展随手转进一个小商店就给他掰下去好几块铁块了呢。这个如果是开那种怀旧餐厅，或者是有复古的，很多人都喜欢会收这种啊。那这边是他们的天堂哎，蛮 Q 的。这会不会？可是晚上会不会害怕？不会吧？这个比较可怕。真的可怕。你记得照熟的，不要在那边什么都可怕好吗？因为真正可怕的要来喽！来了，2天1夜的重头戏。这边呢，我们要去入住的是这个 CK 小镇唯一一间5星级的啦，看到不5颗星？5颗星的啦。而且是16世纪的那个有的建筑物，然后它就改建成一个饭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体验到中世纪的感觉，就如同我们大 open 一样。或许它也会有一点神秘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现在就带你去看我的。必须老实告诉你们，真的很神秘。今天我已经开始怀疑是你们2个在那边装神弄鬼了呢。5星级饭店，5星级呢，是能神秘到哪里去的？这大厅是不是不一样？超级古色古香。这大厅看起来好像跟一般我们，以我这个台湾人来讲，我们进去通常都是觉得要挑高啊，或者是金碧辉煌，或者是大面落地窗，但在这边反而是不一样，就是那种历史建筑改建，所以它是非常的有味道。看像这边，每边都有一幅画。甚至说还有一些雕像，对不对？蛮不一样。这应该算是这里面最现代的东西了吧？好险，我知道它是电动的，不然走一走它突然弹琴，我还惊掉。它没有插电。OK， 那就好。对。拜托不要看到鬼影就开枪好吗？告诉你，这一间玫瑰饭店以前可是修士们的宿舍，所以里面保留了很多当时留下来的古董。说真的啦，就连你们今晚要入住的房间也算是古董了。看到没有？这真的是在电影里头才有的场景。你看这阁楼，主要是上面的阁楼，对不对？它完全都就只有给它改建，然后弄得比较现代，但其实上面这些木头啊，这些卡榫都还是一样。对，这就是我的房间。哇！你妈主耶稣
世纪录真主阿拉，求求菩萨保佑！我的妈妈咪呀！人吓人是真的会吓死人呐！惊一个阿松我啊，差点把全世界的神佛都呼喊了一遍了。我就知道，而且我那时候看这没关，可我想说不对，我在想说我们工作人员有谁，应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吧，然后就冲出来。哎呦，没想到真多余，你这时候倒是挺机灵的嘛！玉轩小胖啊，看来想吓他们，你们还得再加把劲呢。嘿嘿嘿嘿。有浴袍、拖鞋，对啊，对5星级饭店5星级的饭店，还有咖啡机，有没有？最主要我觉得它整个进来很棒、很酷的是这边，它完全就是他是说从13世纪还是19世纪还是16世纪？你的选项也太多了。不好意思，我们6小月啊，刚刚被下一个脑袋秀抖啦。正确答案哦是 C， 16世纪。所以这个木头从16世纪到现在，依旧是用卡榫的方式。我吓到几个，我吓到你，也吓到你。嘉义，连我都被你吓到了啦！真啊，子瑜啊，你真的是欠揍啊你！其实我们这一间主要就是在它最高楼层，就是它那种 penthouse 吗？对 penthouse， 对，应该算是阁楼的那种感觉。这个5星级里面最高级的房间。你看这床，哎呦，后面应该没有躲人了吧？对啊，你们这边啊我会害怕。大家都在这。 ，OK，这会滴滴管乖吗？哇塞，也是会这个有一点点床。超级坚固哎！各位，噔噔，这个房间拥有国王的马桶，就是这样木造的。哎，拍谁？对，我也是主持人，你可以看 open 吗？嘿，哇，这个也太酷了吧！这样子做，这样子，对，然后2手扶着这样，有没有国王的感觉？认真吗？认真。我觉得比较像疗养院的感觉。你就是没有当国王的命啦！快起来，不要玷污人家马桶了啦！真的啦，我跟你讲，真的你说什么？没有开玩笑。我一上电梯口的时候，我那是自动追焦，对不对？电梯口不是2张椅子？对啊，他直接弄到一个椅子上。没有，他那个2张椅子是没有焦的，完全没有焦。我怎么追都追不到，自动追焦。没有教的，我跟你讲，一阵子哦，这个我没有开玩笑，因为老师有说过，因为我们会拿夜视镜，以前那个节目拿夜视镜去拍，都会瞬间没焦。真的哦，他都说瞬间没焦，什么事情？然后之后进去补音色的时候，人眼侦测，你知道吗？就是停在那个灯火下面一小点，那边是没有东西的。恐怖啊！恐怖到了极点呐！啊，你啊喂，连摄影师都出面说刚刚拍摄的房间有状况了，这让胆小到不行的曾子瑜哦，真的快崩溃了呢！哎，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哦，换房间好不好？拜托。我不是，歧视吗？那我老实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本来我进去的时候，我也有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一直讲，所以你难免就是心理作用上。可是那时候我进房间，我是真的有点没有那么安定，然后我就急着放完之后我就下来，然后赶快把灯都打开。拜托，真的啊，我很怕啊，拜托啦。好好的一顿晚餐呐，他可是整个米娜气顺顺的撑完全场，而且还喝了好几碗大蒜汤。他哦就是想要来压压那些欧洲鬼的。我来看我老实讲，好像没有做项目，我是真的很怕。我刚问他说这里哪里有鬼的地方会出现，他只有说就在你们的饭店。然后我就问他说，那鬼呢是出现在阁楼的房间还是其他的房间？他说他不知道，但是他接过的台湾客，他们都不住过的人都不愿意再住我们住的那间饭店。难怪刚刚我们遇到很多台湾人，通通都不是住那间，都住别的，窗户打开来打招呼。不是啦，阿松我在这边要说一句实在话，毕竟我们住的是整个小镇最高级的饭店，房价呢也是偏高一点点呢，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订房的好吗？他说很多人有看到有女生穿白色的衣服，披着长发，在楼梯间走来走去。
天哪！哎，曾子玉，他说今天是满月，很有机会遇到。对啊，就不然那个。你问司机他会紧张吗？ Are you nervous? Nervous. Yeah. Are you scared? No. If you see a ghost, 他说他是鬼。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CK 这个小镇呢。今天晚上我们发现了一间非常不一样的餐厅。我们几乎也算是在洞穴里面用餐了吧？没想到除了食物好吃之外，它居然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的故事。观众啊，这一间地窖餐厅哦，可说是 CK 小镇的人气No.1呐。每到的用餐时间啊，肯定是要排队，没定位哦，很难吃得到的。不过这种人气多、阳气又重的地方，是能有多神秘呢？这个地窖呢，是他们16世纪就创造到现在，没有更改过任何一块石头。包含连地板都是，你看到这些地板都是从16世纪到现在。然后最神秘的地方在门的后面，但是我们不能拍摄。其实这个门打开，除了是他们仓库之外，里面有个纪念碑，在地上，是的，上面写着纪念这所有在这地底下歇息的所有的人们。一旦歇息的人被吵醒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就有点神鬼传奇啊。对，就有点神鬼传奇，挖出一些文物的时候，你一触摸，银后天就出来。但如果你们还想要知道更多这些故事，如果是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这边，在这个餐厅享受美食之外，你搞不好也可以问一下他们这边的服务什么。嘿啦，这可是餐厅老板跟我们说的，也亲眼带我们去看的啦。听说哦，是13世纪黑死病大流行的时候，比较贫穷的人呢，无法好好下葬，只能全部丢进一个洞里头，当做安身之地。啊，人家捷克人哦，也并不忌讳这件事啦，他们哦，只把它当作是历史的一部分呢。大冒险喽！我们现在各位呢，我们是夜游团，耶！好可怕哦！这种夜游团感觉就是大学迎新在做的活动，然后我们现在心血来潮，想说这边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我们就想说来晚上来走走看看。哇，一个人都没有，莫名的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息。对，我以为我已经那个节目收掉之后，我以为已经可以逃离这一切，想不到现在来到这么浪漫的地方，又要再一次进行这种事情。天哪，他胆子好大哦！红色会不会就是？不知道，好像是这样，可以这样拍地上啊。我看，你看这样，在正前方的话，你拿起来，我说你们这群胆子小、智商也不高的啊，连个抓鬼 APP 都不会用，还说要夜什么游嘞？不过我说，要是没有你们在那边543的话 ，CK 小镇的夜晚还真是美得不得了啊！阿松我是不怕的。胆小者注意，世界最诡异境地，唐明孙。秒睡耶，一觉到就异常的舒服。我不知道我怎么睡着的。跟曾子瑜换房间录一你好睡吗？你昨天梦里面忙不忙？他都没有来找你。你可能很期待，是不是？透过我们这几个麻瓜肉身实测以后呢，我们发现啊，这些都市传说好像都是自己吓自己呢，没事的啦。现在呢，我们要驱车前往捷克的第2大城市布尔诺，听说啊，那里有更可怕的等在后头。包心菜，保证好可爱的名字。然后这里面呢有个市集啦，就是当地的小农，他们种了很多的蔬果，他会直接送到这边来卖。他是当地的人，在地啦，对，然后会来买的。Hello， Oh, nice to meet you. Yeah, I come from Taiwan. You? From Czech Republic. Oh, 当地人在地。Yeah. 哇，你好。说中文。虾尾啊，随便抓个当地人就抓到我们在布尔诺的导游大卫，这机会吼，我看是比中乐透还低呢。I want to ask you, this market is old
It's actually very old. Oh yeah. It's from 13th century, so more than 700 years. And ever since we have this tradition to sell fruits, vegetables, and flowers. You can take us to Take it around. Oh yeah. Don't run.其实我是蛮兴奋的耶，每次都是看到那种旅游生活频道会介绍那种市集啊，然后买菜这样，然后整个这个环境就会给你觉得很浪漫、很漂亮，在这些房子里面啊，然后放这些市集，就觉得很舒服哎。嘿啦，这市场哦是捷克人的日常生活日常，但是啊，对我们这种亚洲咖来说，可是电视里才会见到的场景呢。This one 也是李子吗？ this From around here. good。是啦，有个在地人带路后，看到不认识的水果，马免惊，就给它跳下去买下去啊，然后啊，再用个最在地的方法给它吃下去啦。好了，我们现在已经采购完了。对然后我们在旁边这个饮用水的地方超棒的，洗水果，然后直接吃下去。他们这边就是有提供一个这个干净的水源让你洗水果，哎，很甜呢，超甜。它的外皮这样摸起来好像真的好像水蜜桃有绒毛的那种感觉。哦，哎，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枇杷哦。对，我觉得它好像没有，还是我们身在水果王国，我们吃的水果都甜度比较高，就咬下去，我觉得也没有到如此脆口的那样。但它咬下去，其实这边看它还是蛮多水分的，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口感属于微脆，在于它的皮，所以咬下去还是会有卡吱卡吱卡吱的声音。啊，除了杏桃之外呢，在这边啊，当然要狂嗑很多台湾没有的新鲜水果喽。台湾很少见吧？这不就是梅子吗？莓果类啊，只是没看过那么大啊。吃过活的吗？活的？什么叫做活的？哎呦，它的感觉怎么那么……像福寿螺的卵。可以这么吗？可以这样讲口感的吗？真的蛮像但是其实它摸起来的时候很酷哎，因为它感觉随时就会破掉，你知道吗？它就已经非常饱和的那种。完全不酸，完全不酸。但我必须讲，我的也不甜。就是它怎么讲，它有点像蛋黄哥的感觉，就是你给你就是一种那种软软的，不想上班，让你摸它都是软软这样子。黑莓，导游推荐。搬给我吗？你对洗过的我哥告吗？没有？还有吃过的。哦，他说季节还没到，很酸。哦哦 I mean, 哦哦，超酸的啦 ！You are so bad。哇，哎，好吃哎，好吃吗？是啊，对不对？感觉好好哦，在欧洲的市集吃着新鲜的水果逛街。在台湾必须进口的东西，所以这边是觉得很爽我。自己是觉得我这样拿着这样吃很有优越感，我不知道外国人是怎么看。为什么但我是觉得酷。对啊，我就觉得在这种氛围里面，有这个自己洗好的水果，自己这样一边吃，蛮 chill 的。更稀有的地方啊，就在这广场旁边，因为这包心菜广场啊，旁边啊还有很多间餐车，看起来真的超稀有的。来了，就是这样子，哎，很丰盛的感觉呢。而且他们这边好像就是说啊，每天都会有1-2种口味。它今天是牛肉限定加 cheese，啊对，不会有其他东西。哦，但我觉得很酷的是，我本来以为他说牛肉cheese口味会像是那种猪的牛肉的那种绞肉去拍成汉堡排，但其实老实说，他们是像那种手撕牛的概念，一直撕这样一层一层的，然后哇，你看，好 juicy 哦！这很酷吧？我觉得牛肉咬下去的时候，它不会让你觉得干硬，它反而很滋润，就是说已经帮你撕成一丝一丝的，但你咬下去还是会有像汉堡排那种感觉，竟然会喷汁出来。然后它上面的那个菜，它那个洋葱，我觉得炖的好，也很解腻耶。哎，我觉得它棒，它的味道，酸酸甜甜的，有一点像我们的酸菜。烤到质地变得很软，就会变得像是一个海绵那种感觉，然后加了一点甜椒，然后它的cheese是好像有2种，是不是？下面铺一层，刚才是有查德 cheese，然后上面再淋一层，但真的很好吃。哇塞，你们2个看起来真的好气哦！哎，是不是气到忘记本集主题，也忘记你们即将迎来本趟的超级大魔王，忘记要挑战鬼月最惊悚的内容了吗？大家，现在麻烦收起一贯你们在10点线收看我们时尚玩家那种心情。现在是一个不戏谑的心态，我们必须拿出我们尊重
因为这是一个这边近年来开发的一个景点，它是一个人骨墓穴。对，当初就是他们在挖这个路的时候啊，发现挖一挖，发现哇哦，怎么太大声。挖一挖的时候发现这边全部都是一些人骨的，嗯，然后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类似博物馆，应该有也不算，但是就他们是说，现在就是有跟设计师合作，然后重新的，就是在设计这个地方。因为这毕竟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就让大家来了解。所以我有特别准备了一个东西，就是我妈妈出门的时候有叫我带着这个，然后不要乱讲话。所以现在就让摄影师用我们的主观让大家看看这个人。所以就不下去了吗？对呀，你不用讲白嘛，我都晓得我们的主观啦。我是我们的主观够。对，去吧，去吧。一起去吧。哎，你别笑啊，人家说中国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阿松我则是说，主持人怕鬼，摄影师当然也会怕鬼。哎，不要分开走啦，咱们一起下去嘛。而且我刚刚在外面的时候，我看那个楼梯那边那个，我觉得就已经很震撼哦，自己在这边拍。对啊，有点在这样光看到这个，我就已经觉得有点。每个人感受不同啦，或许有些人觉得，哎，这没什么，或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这就是一个 maybe 艺术，或者是之前发生的事。但我看到，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好像怪怪这样子。刚刚那个我们导游有说，每个人的感受确实不同，有些人觉得很害怕，有些人觉得很平和，然后有些人可以自己在底下待很久。OK， 那我们就好了，我听你了。对啊。那这个给你拍主观。啊？那你加长。我主持人，我还要自己拍我的主观。快点去！观众啊，请睁大你的双眼！世界最恐怖禁地、最震撼的场景、最令人胆战心惊的画面即将大公开！哎，啊，你怎么又回来啦？哎，那不是补风景吗？啊，先补一下外观，先去。我想讲一下。我不知道，头有点晕。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可能心理作用吧，不还是空气品质吗？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头有点晕晕的。你认真？我认真。哎，观众啊，拍谁吼？咱们再来一次啦！世界恐怖禁地，鬼月最惊悚画面，会怕的不要看。哎，但是还是不要转台啦，把眼睛闭起来，用听的就好啦。哇塞，好壮观哦！哇，我这我不想拍了。好壮观哦！哎，观众啊，这可不是静止画面呢，是这里的一切都真的太震撼了，我们是真的讲不出话的呢。进来之后，你真的就是壮观的形容，因为他把它堆叠成这样，然后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非常多人，你看得出来的是头部的部分，其他部分可能胫骨啊或什么骨堆叠起来，但是你一眼看出去，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来头骨的部分，然后它会变得是堆叠起来，真的很壮观。而且我们现在才进来这个人骨墓穴，才不到一两公尺吧，就已经看到这么壮观的地方了。这个柱子哎，哇！整面墙，刚刚我们是看到一个铺满，现在这边2面墙全部都是。其实他们刚刚有说他们会这样做，就是把这些骨头排列出来，他们其实有一些意义，就是希望让大家明白说，不管你是有钱人没钱人，你怎么样，其实人死后都会跟他们一样变成骨头。其实就是有点像佛教的感觉啦，对不对？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都是一粒尘埃。所以就是看这些可以带给你有什么样的发想，什么样的感觉，就人也不要太计较，因为死了之后我们都会变成骨头。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这种完整的，然后像是一个棺木这样子的，其实是刚刚那个导游的意思是说，那时候的可能比较有权势的人或者地方有声望的人，其实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自己会有一个棺木的，但是其他的可能就是会只提供一个地方，然后在这边，而且这就是当时他们挖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全部都是堆叠在一起。但是如果透过高科技的方式，好像其实每一个都是一具一具完整的，对啊。
而且这边好像只有一半，展示出来的只有一半而已。可能是黑死病肆虐，也有可能是战火摧残，甚至是一般的生老病死，种种离开人世间的原因在这充满5万具尸骨的地窖中，竟然都可以略窥一二他们说，如果是比较黑的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当年就是死在就是黑死病盛行的时候，然后他死掉，所以黑死病会侵蚀你的骨头，它会看起来特别的黑。然后你也有可能看到一些尺寸比较小的，也可能就是那时候的一些夭折的小孩啊，或者什么，就在那边告诉大家，其实有非常多都是被一起葬在这个地方的，都有头骨上有裂痕的，而且甚至会有一些有洞的，可能就是当时他是意外的，就可能是头骨有受伤啊，或是有被敲到的这样子，那有这样挤压的，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然后埋葬在这里，然后全部取出来就在这边。观众啊，其实，在捷克有着不少这样的人骨墓穴，但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古特纳霍拉的人骨教堂啦。但可惜，因为游客涌入以及部分人士的行为不尊重，现在教堂内严格禁止拍摄录影啦。所以观众啊，不要嫌阿松我啰嗦，再次提醒，做个有格的女人，观光之余一定要遵守规定，尊重各国文化嘿。但是今天这样进来看到，我觉得真的蛮震撼的。我们现在都可能读历史，就会想说，战争都说两国打仗啊，多少人死亡，又或者是流行什么样的病啊，然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多少人。你对这个数字，其实你会觉得它很多，但你没有一个具体化的一个概念。但今天才这样子下来，而且说这边是发现至少5万具，但这边只有50%。你这样光看到，你就会觉得很震撼。而且你要想，如果是黑死病的状况，在那个时候，一具是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家庭整个就分崩离析了，然后有这么样多的因为这个疾病而被带走，然后弄成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生命真的很可贵。我只能总结出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太震撼了。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可能死亡的人数太多，就真的埋到没有地方埋了，所以只能用一个洞穴，然后把所有就是当时候就是这个疾病的人死了之后就把他们埋在这边。我在想，当时候挖到这么多尸体的人，应该有吓到。一定吓到了啊！但生命真的很可贵，所以大家不要再执着于一些事情，把握当下，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真的。画面震撼不用讲，这人骨墓穴带给我们的感触真的是满呢。这种把人骨挖出来再排列组合的行为，在我们的观念里头可说是大不敬呐。但是这个对捷克人甚至是中古欧洲人来说，以前竟然是种宗教的流行，因为大家都怕死，不如好好反思人生与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我想去透个气。我没有像刚一进来那样子不舒服，但我还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这些东西，你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你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被框住的感觉。我不会醒了，但我就觉得真的把握当下，我去呼吸空气，自由的空气 ，freedom，F-R-E-E-D-O-M。口气来说，不可思议，知道吗？你在捷克，你知道这里竟然有小夜市啊！到底是谁是你的 reference？ 我们不能有质感的介绍吗？质感？就凭你们这2个家伙也敢跟我说质感现在就要跟大家介绍后面这个。这个地方呢是2021年才开始，没错。然后呢，《纽约时报》曾经有报道过，说这个地方所有的美食都是好吃的，1级棒。这个啦，你知道吗？这个大拇指的啦。捷克公路都不会再找我们节目，他就觉得导演怎么这么强？强的是主持人好吗？你看看介绍人家夜市老板马丁出来，还给我摇什么屁股嘞？哎呦，完了啦，连老板都一起变强了呢！
哎，这个薯条很酷哎，它这上面已经这是炸好、切好的是吗？我今晚有推荐。 I love you 哇，通哎。 OK，捐了我的培根。你们果然有着美食雷达啦！这一家薯条店啊，在市集里头可说是人气No.1的，每天都大排长龙，甚至啊连冷掉都嘛喝加呢。进来，赶快买个一份哦，给他放冷来实测看看吧。他在这边现场弄肉啊，我才直接都看得到。问起来 ，Smell so good. Smell good. Yeah, you are so handsome. Are you single? I am single. Oh yeah. 哎，good. Peter 争取拍谁啦？我们是时尚玩家，你当你自己在主持来电50啊？啊？这个好像这个是印度的，这印度的，对，烤饼之类的。哦，然后后面还有日本的，然后拉面，然后韩国。这个是说这个烧烤很好吃。这个烤肉好像蛮厉害的。对。 嘿啦，这夜市里卖的食物啊，可说是琳琅满目。像现在这个墨西哥烤肉串呐，当然也是爱吃肉肉的捷克人必买之一。来了哇！欢乐的时光到了。哇塞，走了一圈，不知不觉什么几乎都点了啦。好不好？来布拉格这边不只是古迹，还有历史人文，反而年轻人新潮的东西也都有。你们不要以为现在是白天空哎，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25分了，天依旧是亮着。现在是配着音乐，哇，大家超秀的。丢啦，在这里哦，大家可是会嗨到半夜、吃到半夜、喝到半夜的，就像是一个大型 party 的现场，真的哦，很适合这种刚被吓得魂飞魄散，进来补补元气的你们呢。号称连冷掉都很好吃的薯条，这就好好吃哦。反正我只吃下面的气质，我就觉得好浓了，因为它这个就完全就是整颗一颗，然后这样切条状的马铃薯，超扎实的。它里面不只有墨西哥辣椒，好像还有一点酸黄瓜，非常的对味，好吃。对，真的冷掉也好吃。哇，满满的，有鸡肉、牛肉，还有这个羊肉，然后再搭配洋葱这样，直接插一个切开来粉红色的，各位，哎，他说怎么样？还想看是不是？插一个起来，各位，粉红色的，你看。如果各位观众朋友觉得我们今天很奇怪，不是我们喝醉了，是我们时差。你以为摄影师很有神啊？每个眼睛这样。嘿啦，我说布拉格夜那么美，谁还舍得睡？在这个氛围里面这样吃这种烤肉，感觉就是舒服，所以来这边一级棒啊！当然嘛，已经棒！我劝你们哦，在这边呐，赶快多吸点阳气啦，因为你以为布拉格只有浪漫而已吗？嘿嘿嘿嘿嘿。喂，我们回来布拉格了。没错，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哦，可以说是被誉为欧洲第2大的鬼城，甚至是全世界排名第9名 ，CNN 有认证过的啦。在这边哦，可能到夜晚的时候，有些灯光，尤其是它的那个历史悠久，可能会有很多东西会出现在窗户上，或者是在街道中会有影子，会有影子，但那一切都可能只是都市传说，大家不要紧张。你这样讲，我能不紧张吗？啊？你不要紧张啊，因为我们今天住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完美啊。它其实建造于1517，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炼金术士的一个实验室，算是他们集中在一起，对，然后一直在那个研究，因为炼金术不外乎就是要做黄金嘛，然后研究长生不老的药嘛，然后就这样一直下来之后，到最后变成一个修道院，很浪漫的地方。OK 啊。对啊，请看看进来雕像有没有？中间这个中庭，哎呀，请问一下，还有采光。他们两个半夜会起来？他们半夜可能是博物馆惊魂夜就会。哎，六小月啊，免让你看到欧亚的亏情呐！告诉你，这一间呐可是捷克饭店集团旗下的5星等级饭店，不管是客房服务还是硬体设施，绝对都嘛是1等1的高品质哦。现在来看我们的房间吧。这是个阁楼啊。 OK， 对，会不会是打扰了？如果有这个是有人帮你看，那就告诉你，都市传说是真的。哇，谁说有开灯？谁关的？省电模式。哦，哇，这间有厨房哎，居家空间。要吓人。自己压到了。你不耐烦什么？喂，有句话叫做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蛇。经过了这一集的震撼教育后，我想会那么大惊小怪也是很正常的。哎，刚刚电视转过来，他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什么都没听到，就刚2个，1、2、3，哦，没有人。
很做，但我很喜欢吓人，躲在衣橱里面。那这个房间很好这应该是家庭房。就他们这边很贴心，他们都会手写卡片，很有温度的感觉。在这种5星级的饭店，感受就是不一样，就真的有那种欧洲的感觉耶。阁楼里面，然后看出去，也就是他们这边最有特色的那种红瓦的那个屋顶，蛮像有皇室的感觉，用这样的窗帘。告诉你，这个家庭房啊，最多可以睡4个人，不止楼下空间大，楼上啊还有一个小阁楼呢。哎，这小哥看起来很好。哦，这门是什么意思？这个家具是那个门房小哥亲自从南艺搬回来。这个吗？对，真的假的？哇哦，该不会门房小哥在里面吧？好酷哦！他还有做一个这种以前的那种钥匙的感觉。坏掉吗？啊，没有吧？没有吧不要吓我吧！对不起。会不会里面有住个人？会害怕。我也是。哦，但是蛮酷的耶，他还特别去找这种这好有历房史间的这样的感觉子。哦。对啊，蛮好的，而且我觉得上面这样看起来就小莫名的，浪漫对，小小间，但是它这样蛮温馨、很暖的灯光这样子，很温馨诶，其实。所以这个都市传说。对啊，但是你提到都市传说，在这边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属于这里的都市传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初我不是说这个是一个炼金术的一个，像是他们的研习会嘛，一起在发明的一个基地嘛，最后变成修道院嘛。对，在修道院的时期，听说有一位修女，她好像与男人有一些不干净的关系。然后当时给她的处罚就是把她埋在这个修道院的某一面墙里面，然后意思也就是说活埋啊，活埋还是死埋，我不知道，反正他把它放在墙壁里头，然后意思就是说这个建筑物如果一天不倒塌，你就永远别出来，就把它束缚在这里。但是那面墙，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相传有这个传说，我们可以搬去那个第一天住的饭店吗？这时候如果有人抓我的脚，我会吓死，因为我有一只脚放在这里面，我突然自己凉了一下。观众啊，不要以为我们又在道听途说的啦。嘎林讲哦，这一些神奇故事啊，都嘛是饭店人员在check-in的时候告诉我们的。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人挤实测之后，本团队的麻瓜们呐，嘛是困到就好就舒适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别惊啦。不过透过这一集捷克鬼影追，阿松我是特别感受到了捷克人的广大大啦。导游说啊，他们很多鬼故事里头的鬼啊，都嘛是好鬼，并没有什么要吓人或是害人的意味，所以捷克人呐，对他们也是保有满满的尊重，并与他们共存呐。就算哦被称为闹鬼城市，捷克人也很乐意分享哦，真的是盖住逼呢。咱们时尚玩家2天1夜购的捷克之旅还在进行中哦，下周啊也请继续锁定我们时尚玩家嘿，拜拜。